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通过减少物品，决定不再持有不必要的东西，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自由。本书建议通过放弃多余的物品，为人生设计出更多的空间，逐步减少不需要的物品，以最低的固定费用及最低生活成本，减少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，从而在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空闲时间。之后，您可以选择只为生活所需而工作，或者享受自己的爱好，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，也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技能，提高收入，拥有不再为了金钱而出卖时间和精力的权利。这是作者认为的幸福的基础。美好的人生是从断舍离开始的。这次我将解读《放手的练习：避免无谓消耗的取舍选择》这本书，教您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和选择。本书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舍弃物品来改善生活，如何通过断舍离来改变和简化生活，使人生变得更加轻松，从而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时间的自由。内容浅显易懂，并且具体指导了如何实际操作断舍离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，断舍离被誉为最强的生活技能。许多人对极简主义和减少物品很感兴趣，但难以付诸实践，或者觉得很难舍弃物品。希望大家能够克服这一障碍，通过本书的反复练习，培养舍弃物品的勇气。您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这段视频将帮助您学会如何真正的舍弃不必要的东西，从而过上轻松无忧的生活。我将重点讲解书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几个要点。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介绍舍弃物品的5个难以置信的好处；第二，讲解极简主义和减少物品的路线图。首先，第一部分，让我们从舍弃物品的5个难以置信的好处开始解说。最近，减少物品、追求心灵丰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了一种潮流。那么，为什么极简主义会如此流行？极简主义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减少物品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些疑问。因此，作者要告诉大家，舍弃物品将如何改变您的人生。那么，首先让我来告诉您舍弃物品的5大好处。它们分别是：一、可以获得更多的空白时间；二、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；三、训练赚钱技能；四、让身体和大脑不再容易疲劳；五、不再被地点所束缚。舍弃物品有这么多好处，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这些惊人的优点。首先，舍弃物品的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空白时间。书中指出，只需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和支出，您就能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自由，逐步减少不需要的物品，以最低的固定费用生活，减少工作时间和家务劳动，这样就能在生活中创造更多的空余时间。许多人每天忙于工作或家务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感受到幸福。因此，首先要彻底减少不必要的物品，为人生创造空间。利用这些空间，您可以选择只为生活所需而工作，剩余时间享受爱好，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如果您想赚更多的钱，还可以利用多余的精力学习新技能，提高收入。这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。首先，通过创造空间，不再为了金钱而出卖时间和精力。从这一权利的实现开始，您的人生和新的幸福也随之开启。能够自主决定做什么，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，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感到幸福。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放弃所有不必要的东西，创造一个不被打扰的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并且如何使用这个空间，完全由自己决定。您可以远离世间的喧嚣，悠闲度日，或者追求金钱，学习新技能，亦或是和宠物一起静静相处，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兴趣中。有了这样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空间，你会比现在更幸福。此外，利用这些时间和自己好好相处，你会更了解自己，能够设计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会觉得，通过舍弃物品来创造时间和空间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详细探讨第二个好处，从贫困的负面循环中解脱出来。首先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贫穷的人往往会在家里堆积大量的物品。您可能会认为，富人只是因为房间大，
所以显得东西少而已。但实际上，比如在餐桌上堆满东西的家庭，通常不是富裕的家庭。另一个问题在于，是否对不必要的物品感到不舒服，是否能对无谓的购物和支出说不，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。富人通常喜欢整洁的环境，他们更容易拒绝不必要的物品和无谓的开支，而贫穷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恶性循环，买东西，钱变得越来越少，所以为了赚回钱去工作，无用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，需要花更多时间整理和寻找物品。缺乏时间和精神上的余裕，房间被物品堆满，人也会感到疲惫。为了缓解压力再去买东西，这样就陷入了不断买东西的恶性循环中。所以我们要学会通过练习舍弃物品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当地上堆满物品时，我们常常会感到烦躁，精神上也会受到影响。没有足够的空间会导致买东西时浪费精力和注意力，影响集中力，浪费脑力资源，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，从而导致更多的低质量消费。因此，当您缺钱或精神状态不佳时，更应该专注于减少物品。首先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舍弃物品的第3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：训练赚钱技能。在资本主义社会，无论是基本的生活需求，还是医疗保健等，都需要金钱。许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，都是由于缺乏金钱而引起的。可以说，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金钱解决。然而，赚取大量金钱并不容易。那么，作者如何看待赚钱呢？作者所说的经济自由，并不是指获取大量财富，过上奢侈的生活，而是通过降低生活的最低成本，学会过一种不需要通过大量金钱的生活方式。因为确实需要金钱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取大量金钱的。就像有适合和不适合学习的人一样，做生意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人。学会赚钱固然重要，但学会不依赖金钱生活的能力更为重要。可以说，这种不依赖金钱生活的能力价值更高。实际上，如果您学会了降低生活成本，过一种不需要大量金钱的生活方式，有些人甚至可以用更少的钱来过退休生活。当然，有人可能会说，只顾着节俭和省钱会让生活变得无聊，人生应该有乐趣才对。然而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现在的世界已经变得非常丰富多彩，即使不花钱，也可以享受各种娱乐活动；不大肆花费，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；不花钱，也能过上充实的生活。这只是需要一些巧妙的策略。这种生活并不是节俭的生活，而是更为精彩的生活。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节俭的人来说，重要的是要开始舍弃物品。只有通过过简约的生活方式，才能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来进行自我投资，并且学习提高收入的技能。作者认为，减少物品不仅能让您在工作和生意上更加灵活，还会自然而然地增加您的收入。因为过简约的生活意味着你要不断地进行取舍和选择，这样的训练会提高您的决策能力和效率。这种能力不仅对工作和生意有用，对人际关系、爱情、健康和兴趣爱好等方面也同样适用。实际上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通过不断的取舍和选择才得以建立的。因此，通过减少物品来提高取舍选择的能力，是一种非常平衡的做法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第4个放弃物品所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：让身体和大脑不再容易疲劳。当您开始放弃物品时，你首先会感受到身体和大脑不再容易疲劳。举个例子，背包过重会让您感到疲惫，但当您减少行李时，体力消耗也会减少。结果是您的行动范围扩大了，您的活力增加了，甚至连减肥也会变得更加顺利。此外，你也不再感到迷茫和选择的压力，也不会为整理和清理而烦恼。相反，如果您住在一个凌乱的房间里，您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糟糕。但研究表明，整理房间可以改善抑郁和精神疾病。家务代理甚至建议，在情绪低落时，应该尽量保持房间的整洁。研究证明，凌乱的房间会使人情绪低落，而整洁的房间则会提升心情。那么，为什么住在凌乱的房间会影响心理健康呢？因为物品里充满了信息，当您看到散乱的物品时，您的注意力会逐渐分散，无法集中精力。无论您是想学习还是工作，一旦看到放在客厅桌上的手机，
您就会分心无法专心，这样一来您的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，集中力也会下降。在一个凌乱的房间里，地板上有漫画掉落，您可能会想就读一点点吧，但集中力却会逐渐减弱。地板上散落着扔下的衣服，明明想要工作，但又开始想还得洗衣服，这样选择就开始了。这样一来，您的大脑记忆和意志力、集中力都会逐渐被消耗，结果就是身心俱疲。相反，如果房间整齐，物品减少，那么身体和大脑就不容易疲劳，意志力和集中力也能够充分发挥。因此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要整理好周围的环境，然后再开始行动，即身心不再疲劳的解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第5个放弃物品的难以置信的好处：不再被地点所束缚。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经历？比如，旁边有吵闹的邻居，楼下的住户抱怨不断，或者公寓附近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，吵得无法忍受。居住中出现的问题相当常见，比如搬进了个不好的房子，不久发现附近的居民很难相处。或者工作地点变动导致通勤时间加长，生活不便等等。相信大家都会有想搬家的时候，但搬家很麻烦，所以有人会忍耐，或者因为搬家需要花钱而勉强继续住在原地。然而，那些能够舍弃物品的人，随时都可以轻松搬家。比如，据说作者曾经2次凭借打车就完成了搬家，而且打包所有家里的物品只花了20分钟，费用也仅为约1900日元。据说单身者在室内搬家的平均费用约为5万日元，这相当于市场价格的1/25。如果能够以如此低廉且短时间内完成搬家，大家可能都会立即想要搬家了。只要减少自己能够搬运的物品量，使用可以折叠且容易装载的小体积家具，这样就能比现在更加轻松地搬家了。如果一直生活在不满意的地方，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所以保持较少的物品，随时能够轻松搬家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住在一个较好的地方，生活的幸福感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加。但如果住错了地方，幸福感就会大幅下降，我们受环境影响很大。所以在不满意的环境中，生活会带来巨大压力，随时准备离开这种环境。也就是说，保持少量物品的状态将大大减轻您的压力。接下来，我想解释一下第2部分，讲解极简主义和减少物品的路线图。我想分享一些实际的技巧，帮助您理解如何减少物品，如何成为一名极简主义者。但在分享实际技巧之前，作者想先让大家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实际上取决于您的性格，决定着你会留下哪些物品。即使是极简主义者，每个人所保留的物品也会反映出他们的个性。因此，首先想一想自己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，会非常有帮助。比如，作者会完全减少物品，喜欢简洁的空间，这是因为他是内向型的。他内向，如果和很多人一起活动或者安排太多事情，就会感到疲劳。此外，他在参加完聚会后总是感到非常疲倦，第2天就会一个人躲在家里。对于典型的内向性格来说，城市的噪音和灯光会让他感到疲劳。他不喜欢物品过多的状态，喜欢独处或者不善于与人过多交往的人，很可能是内向型的。另一方面，外向型的人喜欢与很多人一起活动，喜欢热闹，旅行时也不会感到厌烦。了解自己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的性格，可以帮助您更清晰地确定想要保留哪些物品，并且已经知道内向的人比外向的人更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，更容易感到疲劳。因此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感觉自己内向或敏感的人来说，通过减少刺激物来改善生活将会更有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对于那些过于敏感的人来说，减少物品是至关重要的。近年来，一个名为 HSP 的词汇开始流行起来，指的是那些高度敏感、细腻的人群，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受伤，更倾向于深思熟虑。据说约有1/5的人具有 HSP 的特质，这样的人更需要减少物品。通过减少物品，外向型的人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如，能够更充分地享受爱好，更高效的工作。这样减少物品就成为了增强外向型人士优势的绝佳方式。
换句话说，减少物品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弱点，而是为了发挥优势。因此，在决定减少物品之前，先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，这样做可以让您更清晰地理解为何需要减少物品，避免迷失目标，保持动力。那么，您对这些理解如何呢？接下来，我将在了解您的性格基础上，继续分享减少物品的具体方法。那么，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减少物品的步骤，也就是所谓的路线图。极简主义者的物品减少路线图如下：第一步是通过短期集中使地板面积至少30%的地方不再摆放任何物品。第二步是决定留下的东西，而不是要扔掉的东西。第三步是减少所有成本高昂的物品。第四步是分析为什么要扔掉物品，并在必要时进行精简。希望大家能按照这些步骤逐步减少物品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步，即通过短期集中使地板面积至少30%的地方不再摆放任何物品。关于这一步骤，许多无法整理物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试图在漫长的时间内整理物品。这样做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永远也整理不完。因此，有必要将整理物品的时间安排在周末或长假等时段，并从早上开始进行短期集中的物品整理。之所以选择周末或长假的早上开始整理物品，有几个好处。首先，早上精力充沛，不容易拖延。大多数人在工作后回家或晚上整理物品时已经感到疲倦，可能会放弃整理物品。另外，家庭成员聚在一起时可以进行共同整理，还可以在必要时一起确认物品是否需要保留。此外，管理物品所需的时间和体力也是相当耗费的，而持有物品的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。因此，尽早进行物品整理是至关重要的。在减少物品时，首先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即将地板面积至少扩展到30%，不摆放任何物品。例如，对于一个6贴的房间，目标就是将地板面积的30%空出来，即1.8贴。在扩展地板面积时，并不一定要立即开始整理或丢弃物品，只需确保首先将一处地方整理好即可，甚至只需将物品临时堆放到储藏室中。因此，请着重意识到扩展地板面积至少30%空置的重要性，这是第一步。接下来进行第二步是决定留下的东西，而不是要扔掉的东西。在丢弃物品时，许多人往往会思考哪些物品不再需要，然后试图丢弃这些不需要的物品。但是，请尝试颠倒思维，意识到应该思考哪些物品是真正需要保留的，然后逆向思考，从想要保留的物品开始，逐渐减少不需要的物品。举例来说，作者追求的理想生活是能够随时搬迁、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以折叠和紧凑的家具为核心，打造了一个便于搬迁的室内环境。他梦想在大屏幕上欣赏心爱的动画片，因此安装了天花板嵌入式投影仪，可以在墙壁上投射出70英寸的画面，不占用地面空间。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从事自己的爱好，他不花时间做家务，而是通过减少地面上的物品来保证清洁机器人的移动空间。此外，他还乐于拥有像滚筒式洗衣、烘干机这样方便实用的家电。因此，他根据自己的理想生活来逆向思考，确定哪些物品值得保留。对于与理想生活不符的物品，他毫不犹豫地将其丢弃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并不清楚自己的理想生活是什么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可以以金钱、时间和乐趣3个方面作为标准来决定保留哪些物品。例如，保留能够赚钱的工作工具或书籍，节省时间的高效设备或健康鞋，以及能够带来乐趣的爱好物品或娱乐产品。这些与金钱、时间和乐趣相关的物品可以被视为值得保留的物品。因此，请设想自己的理想生活，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应该优先处理的几个物品上。这种做法可以高效地减少物品，避免过多的浪费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行第3步，减少所有成本高昂的物品。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要保留的物品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处理其余的物品。实际上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，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减少物品。所以，请务必认识到，需要从拥有高成本的物品开始减少。
刚才提到了成本，那么什么是拥有成本呢？具体而言，它包括以下5个方面：一、不必要的高昂的维护费用，例如奢侈品等引发金钱焦虑的物品；二、时间成本，例如过度纠结于服装等，成为时间的小偷，没有必要；三、空间成本，例如过度庞大的家具或物品以及多余的储备等，都会占用空间，没有必要；四、管理成本，例如需要管理的钱包、身份证等遗失会令人困扰，需要强大的管理能力；五、执着成本，例如束缚您的不需要的礼物或过去的荣耀，这些物品的拥有成本较高，因此在减少物品时，首先应考虑处理这些物品。例如，拥有高成本的物品包括电视、储物家具、服装等，这些物品的拥有成本往往会导致物品不断增加。因此，特别棘手，如果不知道从何处开始，建议先从服装开始减少，因为易于丢弃，而且每天都在使用。重要的是要不断减少那些拥有成本高但回报低的物品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放下拥有成本高的物品的人来说。通常有3个常见的借口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惜，所以想要卖掉或者转让，这是3个常见的理由。也许有人觉得扔掉太可惜，但实际上不扔反而更加浪费。当感到想要扔掉，却又无法下定决心时，实际上会浪费大脑的记忆资源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首先尝试扔掉，最坏的情况下还可以重新购买。所以，不应该觉得可惜，先试着扔掉。当您在犹豫是否扔掉某物时，实际上这个物品可能对您来说并不是必须的，所以完全可以扔掉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会犹豫是否要扔掉手机，因为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。但实际上，对于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不会犹豫的。所以，当您犹豫时，这个东西对您来说可能并不必要。除了因为觉得可惜之外，还有些人因为可以卖掉或者转让而犹豫不决。但总的来说，直接扔掉比卖掉或者转让更好。如果总是在考虑是否卖掉或者转让，结果可能会一直无法扔掉，最后也不会卖掉或者转让。因此，直接扔掉会更好。当然，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扔掉而损失一些钱，但总的来说，立即做出决定扔掉会节省时间，减少烦恼，并且可以节省家里的空间，所以是划算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最后的第4步，即分析为什么要扔掉物品，并在必要时进行精简。迄今为止，我们一直在强调需要理性的思考扔掉东西的原因，而不是盲目的处理。即使你一直在清理物品，但如果之后又不断购买无用的东西，那么这样的清理就失去了意义。因此，在处理物品之前，一定要认真分析为何需要扔掉。比如，即使只是一件衣服，也要考虑为何要扔掉，可能是因为颜色太过夸张，不易搭配，或者是被打折吸引而做出购买动作。无论原因何在，都需要仔细分析，这些失败的经历会提高您的选择准确性，从而避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你要扔东西，至少也要在成长为不再随意增加物品的自己之后再行动。另外，或许有人会说，但我就是没有扔东西的勇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建议您进行物品的精简。所谓的精简，简单来说就是让东西变得更少。例如，可以通过使用投影仪、手机或 iPad 等设备替代电视，或者选择套装或连衣裙来减少服装数量，并增加配饰等方式来达到减少物品的目的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保持时尚，还可以让衣橱变得更加简洁。此外，当处理那些难以割舍的拥有回忆的物品，或是曾经收到的礼物时，精简物品尤为有效。例如，您可以先拍照保存毕业相册或其他珍贵物品，然后再扔掉。研究表明，将不需要的物品拍照保存，可以使减少的物品数量增加15%。对于那些珍贵的回忆物品，拍照保存或者只保留重要的部分并扔掉，既可以留存回忆，又能减少物品。那么，大家对这些内容有何感想呢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